坐下，把你的手机收起来，把你那个正在查看比特币价格的应用程序关掉，除非你正在用它阅读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穷理查年鉴》，否则就把它反扣在桌面上。我知道你们为什么点开这个视频，我看得到你们眼里的渴望，那种在这个充满了噪音的互联网下水道里寻找救命稻草的渴望。你们在寻找什么？寻找下一个百倍币，寻找下一个能让你一夜暴富的人工智能代码，还是在寻找某种神奇的华尔街咒语，能让你不需要付出努力，不需要流汗，就能坐在游艇上喝香槟？如果是这样，现在就关掉视频，出门左转，华尔街有一大堆穿着昂贵西装的骗子等着收割你，他们会卖给你各种包装精美的老鼠药，只要你付得起佣金，他们连亲妈都会卖给你。我今天坐在这里，不是为了教你们怎么变得聪明，说实话，教你们变聪明太难了。你们大多数人的基因决定了你们这辈子都成不了爱因斯坦。我坐在这里是为了教你们一件更重要，但只要努力就能做到的事：如何不犯傻。如果我今天身无分文，是一个刚刚毕业，手里只有几千块钱的年轻人，重新开始我的人生，我会做什么？我会去追逐比特币吗？我会去研究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 K 线图吗？我会去听那些只有20岁的理财大师教我怎么在3天内财务自由吗？我告诉你，我大概会做这些花哨的事情，持续5分钟吧，然后我会狠狠地扇自己一巴掌，清醒过来，用10年时间彻底翻身。真相是，市场从未改变，因为人性从未改变。1637年是郁金香，1720年是南海泡沫，1929年是协同都在推荐股票，1999年是互联网股票，今天是加密货币和各种名为颠覆未来的 PPT。 贪婪、恐惧、嫉妒与愚蠢，这出戏码换了无数件外衣，但内核永远是同一群傻瓜在跳舞。你们以为科技进步了，人类的脑子也进化了？错，你们的脑子和几万年前在非洲草原上被狮子追赶的祖先没有任何区别，依然充满了认知缺陷和误判。如果你想在未来10年彻底翻身，你不需要天才般的智商。这一条好消息足够让你庆幸了，因为你们大多数人并没有那种智商，你只需要一套不犯蠢的纪律。今天我要教你们3个原则，他们老掉牙，无聊透顶，甚至听起来像废话，但正是这些废话构成了我几百亿美元财富的地基。常识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在如今这个疯狂的世界里是极其稀缺的商品。我们来玩一个我最喜欢的游戏，也是我解决所有难题的秘密武器——反向思考。总是反过来想，别问我如何获得巨大的财富，这个问题太难了，变量太多。你要是一心想着怎么赢，你通常会输得很惨。我们来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一个确定的问题：做什么能够保证你在未来10年依然贫穷、痛苦且一事无成？如果你能列出这些导致失败的清单，并且在生活中极力避免它们，那么成功就是剩下的唯一结果。这不需要你多聪明，只需要你别在坑里打滚。我想了很久，要在人生这场游戏里彻底失败，你只需要做2件事：第一，让债务缠身，把未来抵押给别人；第二，让嫉妒吞噬你的灵魂。
活在别人的影子里。如果你能避开这2样东西，你就已经赢了90%的人。这听起来像是废话，对吧？查理，谁不知道欠债不好？你们知道，但你们不理解，你们只是在口头上知道，但在行动上，你们每天都在自杀债务，脖子上的绞索。让我们来谈谈债务。我出生在大萧条时代，那时候我们没有所谓的消费主义，也没有人告诉你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那时候如果你没钱买东西，你就不买。我亲眼见过勤劳体面的人是如何因为债务而失去一切的。我见过一家人辛辛苦苦耕作了一辈子的农场，只因为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现金流断裂，还不上贷款，就被银行无情地收走。银行不在乎你多努力，银行不在乎你是不是个好父亲，他只在乎你能不能按时还钱。那不是经济学课本上的理论，那是刻在我骨子里的记忆，那是我一辈子都没忘过的画面。但是现在呢，看看你们周围，现在的金融机构，他们是贩卖毒药的专家，他们雇佣了最聪明的数学家和心理学家，设计出各种复杂的陷阱。他们把债务包装成杠杆，包装成机会卖给你们。他们告诉你用学生贷款投资你的未来，他们告诉你用信用卡购买你暂时付不起的体面生活，因为你值得。他们告诉你用车贷来证明你和别人一样成功。他们甚至告诉你用消费贷来抓住投资机会，这叫利用资本。听着，年轻人，这不是杠杆，这是在你脖子上套绳索。杠杆给你的是速度，不是控制。如果前方是悬崖，速度只会要了你的命。当你每个月的工资还没到手，就已经被预定用来支付过去的利息时，你就不是一个自由人，你是银行的奴隶，你成了银行的打工仔，你失去了说不的权利。你不敢辞掉那份让你恶心的工作，不敢对那个愚蠢的老板说滚蛋，不敢在真正的机会来临时冒险，因为你害怕断供。你的生活变成了一场走钢丝的表演，任何一点微小的风吹草动，一次生病，一次裁员，一次加息，都能让你粉身碎骨。所以原则1的第1条，在你学会赚钱之前，先学会不当奴隶，把你的每一分钱都用来买回你的自由，而不是用来支付你昨天的愚蠢。在你连本金都没有的时候，你根本没有资格去借未来的钱。嫉妒唯一的无趣之罪。如果说债务是财务上的砒霜，那嫉妒就是精神上的氰化钾。在天主教的7宗罪里，我总是说，嫉妒是所有罪恶中最愚蠢的。为什么？因为它是唯一没有任何乐趣的罪恶。暴食至少能让你享受美食的快感，色欲至少能带来片刻的生理欢愉，傲慢至少能让你自我感觉良好。但嫉妒它只有痛苦，它让你痛苦于别人的幸福，痛苦于自己的不幸。它是毁掉新手投资者最快的工具。你今天刚开始投资，本金不多，这不丢人。丢人的是什么？是你打开手机，看到你过去的朋友、现在的同事，甚至是那个你一直觉得是个白痴的高中同学，买了一辆新车，或者靠某个你没听过的加密货币赚了一笔，你就受不了了。你开始问为什么不是我？那一刻，你的理智断线了，你中毒了，你不再专注于你自己的积累，不再关注价值，你开始害怕错过 FOMO，
你开始追随别人的愚蠢，还自以为是聪明。你跑去买那些你根本不懂的垃圾，只是因为你的朋友在上面赚了钱。你成了那个在这个疯狂派对结束前最后进场买单的傻瓜。我经历过太多泡沫了。1999年的互联网泡沫，那真是一个疯狂的时代。我见过医生、律师、工程师，那些社会上最聪明的人，全都怕错过机会。他们无法忍受看着隔壁的理发师靠炒作科技股发财，他们看着那些20岁的什么都不懂的年轻人一夜暴富，心态崩了。他们跑来告诉我，查理，这次不一样，这叫新经济。我告诉他们，从来没有这次不一样。结果呢，到了2002年泡沫破裂，他们唯一没错过的就是失去了自己所有的钱。他们中的很多人直到退休都没能缓过来。嫉妒让市场变成了疯狂的踩踏。当人群冲向悬崖时，你最好别在里面。你不需要赢过所有人，你只需要别当那个冤大头。你的朋友靠某个新玩意儿赚了100万，替他开心，然后继续过你自己的生活。别活在别人的积分板上，那是一场你永远赢不了的比赛。如果你一直盯着别人的口袋，你永远也填不满自己的口袋。所以第一个原则，10年翻身的地基就是不自毁。砍掉债务，让你财务自由；砍掉嫉妒，让你精神自由；关掉噪音，专注于你自己的赛道。好了，如果你没有死在债务和嫉妒的陷阱里，你现在活下来了，你站在了一个零起点的跑道上，你很干净。接下来这一步是整个过程中最无聊、最痛苦，但也最关键的一步，积累你的弹药。我想大多数人听到储蓄这个词就会翻白眼。你们会说，查理，这太老套了，这是我奶奶才会做的事。我要听的是如何通过杠杆撬动地球。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是穷人，这就是为什么90%的人在这里就失败了。你们把储蓄当成了为了省钱，这是一个巨大的认知错误。你们从根本上搞错了这件事的目的。储蓄不是为了省钱，储蓄是为了购买所有权。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这是2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型：员工思维 vs 所有者思维。员工思维的陷阱，一个拥有员工思维的人，他关心的是什么？是这个月的工资，是下一季度的奖金。他拿到钱的第一反应是，我该如何消费这笔钱？他会去买一辆新车，因为同事换了车。他会去买一件昂贵的衣服，因为要显得体面。他会去吃一顿豪华的晚餐，理由是我工作这么辛苦，我值得犒劳自己。他用这些消费品来填补内心的空虚。他看起来很富有，开着好车，穿着名牌，但他一无所有。为什么？因为他买入的全是负债，是那些一旦到手就开始贬值，并且不断从他口袋里往外掏钱的东西。这就像是在跑步机上跑步，你跑得越快，你累得越半死，但你依然还在原地。你一旦停下来，就会从跑步机上摔下去。所有者思维的觉醒，而一个拥有所有者思维的人，他关心的是什么？是权益。他拿到钱的第一反应是，我该如何拥有这笔钱？他会去买入那些能产生现金流的东西。你的储蓄不是为了未来某一天把它花掉，去买个大游艇。你的储蓄是你购买所有权的第一笔弹药。它是你从一个为钱工作的人
转变为一个让钱为你工作的人的启动资金。你今天开始工作，存下的第一笔钱，就是你自己这家伯克希尔哈撒韦的种子。你存下的每一块钱，都是你的第一个员工。让我告诉你一个秘密，钱是世界上最好的员工，他不需要睡觉，他不需要请病假，他不会抱怨加班，不会要求涨工资，他更不会在你背后说坏话，或者跳槽到竞争对手那里。他唯一的任务就是通过复利日以继夜地为你生出更多的钱，但前提是你得先有足够多的钱让他开始工作。这就是物理学中的临界质量。在核反应堆里，如果油的质量没有达到临界点，连锁反应就不会发生。在财富积累中，如果你没有攒下第一笔有意义的本金弹药，复利这种魔法对你来说就是个笑话。大多数人为什么在10年后无法翻身？因为他们根本没能攒下这第一笔有意义的弹药，他们死在了起跑线上。忍受无聊的斯巴达训练里的第一笔启动资金，是最慢、最痛苦、最折磨的阶段，因为在那时你几乎看不到回报，钱涨得太慢，像是在嘲笑你的努力。你节衣缩食1年，存下来的钱产生的利息，可能只够你吃一顿饭。这时候，你那该死的嫉妒心又会回来捣乱。你觉得这太慢了，你开始怀疑人生。你看到朋友用你存下的这笔钱去度假，去买了新手机，你崩溃了，于是你放弃了。你把辛辛苦苦攒了1年的弹药，1天之内全部花光，回到了员工思维的原点。这就是90%的人翻身失败的剧本。他们不是没赚到钱，他们是没留住钱，他们被无聊和嫉妒联合绞杀了。如果你今天重新开始，你必须像一个斯巴达战士一样，执行这个无聊的纪律。我年轻时也一样，当年在大萧条后期，收入低，机会少，账单高，但我和巴菲特都明白一个道理，我们宁愿少买一顿牛排，也绝不愿打破这个积累弹药的节奏。聪明人懂得忍，愚蠢的人只会抱怨忍得太久。约翰与马克的故事，10年后的分野，我来给你们讲个故事，关于2个年轻人，约翰和马克。假设他们刚开始工作，拿着完全一样的薪水。约翰是典型的员工思维，他觉得工作很辛苦，他需要犒劳自己，他申请了贷款，买了一辆昂贵的车，每个月他的工资有30%要用来还车贷。他看起来很体面，开着新车去约会，但他其实是银行的打工仔，他的净资产是负数。马克是所有者思维，他开一辆破旧的2手车，或者干脆坐公交车。他把约翰用来还车贷的那30%的钱，无聊的月复一月的买入了最简单的指数基金。这10年里，马克看起来很穷酸，他的衣服不时尚，他不常去酒吧，他看起来像个无趣的吝啬鬼。约翰看起来很成功，光鲜亮丽。但是10年过去了，约翰还在为他的第2辆车甚至第3辆车支付贷款。他这10年一直在为看起来富有而工作。他一旦失业，3个月内就会破产。马克呢，他利用这10年的积累，已经拥有了一笔可观的所有权。他积累的那些指数基金，就是他庞大军团的第一个师团。他已经拥有了翻身的资本，他可以开始让钱为他工作了。这就是原则2的全部意义。
它不是让你当一个守财奴，它是让你进行一次深刻的思维转变。你必须把你的储蓄看作是你未来帝国的股本，你必须像一个真正的所有者那样去保护你的股本，去滋养它，去忍受它早期那漫长而无聊的生长。这很难，这比投资本身难多了，因为投资是技术，而储蓄是性格。你能在别人都炫耀消费的时候，安安静静地积累你的所有权吗？你能在你的朋友都嘲笑你无趣的时候，依然专注于你10年后的目标吗？如果你能，你就能在10年后拿着你积累的这笔弹药，走进原则山的战场。而那些嘲笑你的人，会发现他们连入场的资格都没有。好，你活下来了，你也积累了弹药，现在你终于来到了战场。你手里握着辛苦10年攒下的第一笔所有权弹药，你面临着最关键的问题：如何开枪？这就是第3个原则：聪明下注，然后坐着不动。这句话有2个部分，聪明下注很难，但坐着不动要难上10000倍。我必须警告你，这个原则听起来是关于投资的，但它本质上是关于不投资的。它是关于如何抑制你体内那股想做蠢事的冲动。避开烟屁股的诱惑，我们先说第一部分。什么叫聪明下注？它首先是关于不做什么。如果你今天刚开始，你必须避开我年轻时犯过的那个最愚蠢、代价最昂贵的错误，我称之为烟屁股投资法。什么意思？就是你满地寻找那些看起来便宜的垃圾。你找到一家看起来糟糕透顶的公司，股价跌了90%，但你觉得它账面上还剩最后一口气，就像路边被人扔掉的烟头，虽然脏，但还能免费吸一口。你心里想，嘿，这东西打了这多折，我买它肯定亏不了。我抽完这口就走。我年轻时也干过这种蠢事。我买过一家叫霍奇柴尔德的百货公司，在巴尔的摩，账面数据看起来很便宜，资产似乎比股价还值钱。我以为我捡了个大便宜，我错了，大错特错。零售业是个残酷的战场，竞争永无休止，利润薄得像纸。你要和口袋更深、地段更好、管理更先进的巨头对抗。这家公司便宜是有原因的，因为它烂到了骨子里。我很快就学到了教训。便宜的垃圾通常只会一直是垃圾。我赔了几百万，那笔钱如果我当时投进了我真正欣赏的企业，比如一家好公司，现在可能已经变成了几千万甚至上亿，这个机会成本是巨大的。不要去捡烟屁股，他们看起来便宜，确实便宜，但便宜自有原因。这就像你买一辆没有发动机的汽车，只因为它打了8折，便宜归便宜，可它开不动。这几乎是所有新手投资者的第一个陷阱，他们把价格低和价值高混为一谈。沃伦和我人生中最重大的转折点，就是彻底放弃了这种捡烟屁股的思路。我们不再去买那些价格极好但公司一般的股票，我们只买那些公司极好但价格合理的股票。3.2 只有一个选择。指数基金，你可能会说，查理，我没有你那种选股能力，我不懂怎么看财报，我不懂怎么分析商业模式，我怎么知道谁是伟大的公司？问得好，这就是我们要谈的能力圈。如果你不在这个行业里摸爬滚打几十年，如果你没有读过几百份年报，
你根本没有资格去挑选个股。如果你非要去挑，你就是在赌博。而赌场的庄家那些专业机构会把你吃的骨头都不剩。那么普通人该怎么办？这是我要给你的今天这个时代最聪明的答案。这个答案是如此简单，以至于它听起来令人失望，甚至无聊。如果你今天开始投资，我会把我90%的弹药全部投入到一个最简单的东西，低成本的指数基金。是的，就这么简单。为什么？因为当你买入一个追踪整个大盘的指数基金，比如标普500时，你就立即成为了美国乃至全世界几百家最优秀公司的所有者。你不需要去分辨谁是下一个苹果，你不需要去猜谁是下一个特斯拉，你不需要担心某一家公司破产，你把它们全部买下了，你等于是在和你国家的整个经济增长下注。我告诉你一个秘密，这个什么都不做的无聊的动作，在过去50年里打败了90%以上的那些自以为聪明的每天忙着交易的基金经理和专家。这听起来很棒，对吧？既然这么简单，为什么人们不做？因为他们太焦躁了。焦躁会告诉你，这太慢了，这太无聊了。你看那个某某币涨了100倍，你看那个某某科技股翻倍了。你的人性天生讨厌无聊，你觉得你必须做点什么才能证明你比市场聪明。你错了，你不需要聪明，你只需要耐心。这就来到了原则3的第2部分，也是最难的部分。坐着不动，你买入了指数基金，然后呢？然后你什么都不做，你回去工作，去积累你的下一笔弹药。你去生活，去散步，去读书，去陪家人。你假装那个证券交易所关门了，10年不许交易。你必须让复利去干活。复利是世界第8大奇迹，它从不睡觉，也从不犯错，但它有一个要求，它需要时间。你频繁的买进卖出，就是打断了复利的工作。每一次交易你都要交税，每一次交易你都要给券商交佣金，每一次交易你都可能犯错。你以为你在积极参与市场，其实你只是在把你的经纪人养肥，让自己流血。我这一生真正的财富都不是靠频繁交易得来的，我和沃伦真正的财富是靠静坐得来的。我们买入一家好公司，或者一个好的资产包，就像指数基金，然后我们就坐着，1年、5年、10年、20年。这很难，这需要近乎宗教般的耐心。你会经历泡沫，你会看到邻居因为某个新玩意儿而暴富，你得忍住不嫉妒。你会经历崩盘，你会看到你的账户在1年内下跌50%。在1973年到1974年，市场几乎跌了一半，人们恐慌，觉得资本主义就要终结了。我们没动。在1999年，市场疯了，人们嘲笑我们是老古董，我们没动。在2008年，世界崩溃了，人们绝望，我们开始买入。你问我怎么做到的？因为我们从不关心市场先生每天的报价，我们只关心我们拥有的到底是什么。如果你拥有的是指数基金，你拥有的就是人类经济的未来。只要你相信人类会继续进步，只要你相信经济会继续增长，你有什么好慌张的？如果你因为恐慌而卖出，你就把暂时的账面波动变成了永久性的真实亏损，这是你能做的最愚蠢的事。所以10年翻身的第3个原则，
就是用指数基金这个最简单的工具去执行最困难的纪律，坐着不动。你不需要预测未来，你只需要活得够久，不被自己的愚蠢吓跑。这套系统就足以让你在10年、20年后积累到你无法想象的财富。好了，该说的我都说了。这3个原则：先活下去，砍掉债务和嫉妒，建立一个不自毁的系统，积累弹药，像个所有者一样思考，忍受无聊，把你的储蓄变成你的第一批员工，聪明下注并坐着不动，用指数基金买下整个市场，然后让时间和复利为你工作。他们没有一个是快速的，没有一个是刺激的，甚至每一个听起来都无聊透顶。但我向你保证，他们有效。他们在1946年有效，在1976年有效，在今天有效，在未来100年依然有效。因为他们不是建立在预测市场之上，他们是建立在战胜人性之上，而人性从不改变。我知道在这个视频结束后，你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会关掉它，然后继续去刷那些短视频，继续去借钱买那些你们不需要的东西，继续在股市里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因为做聪明人太累了，做傻瓜比较轻松。但是或许仅仅是或许你们当中有那么1、2个怪人，你们能够听进去这些老掉牙的道理，你们能够理解真正的捷径就是不走捷径。如果你能像斯巴达战士一样执行这些纪律，忍受10年的无聊与寂寞，那么10年后，当那些曾经嘲笑你的人还在泥潭里挣扎时，你已经站在了他们无法企及的高度。世界是属于少数人的，属于那些拥有耐心、理性，并且绝不欺骗自己的人。我是查理·芒格，我有的是时间等待。问题是，你有吗？